大家好，我是魔法创作室，欢迎大家收看我的视频。今天才发现，零食袋里的干燥剂其实挺有价值的，以后再也别扔了。我们在买食品的时候，通常都会注意到包装里有一个小小的干燥剂，它的作用是防止食物受潮变质。很多人都是觉得没有什么太大的用处，于是就顺手把它扔掉了。其实，不要小看这一小包的小小的干燥剂，它在日常生活中的使用范围很广，应用的场景也很多，只是你还不知道。因为食品当中的干燥剂多半是硅胶干燥剂成分，它具有良好的吸湿性和化学稳定性，可以用于食品、药品、化妆品和电子产品。二氧化硅是一种无机化合物，也是无色、无味、无毒的固体，具备很强的吸湿能力，因此有助于环境保持相对干燥。正因为它的这一特性，零食袋里的干燥剂其实在生活中也能应用，能够不花钱就解决家家户户的大麻烦和烦恼呢。别不信，赶紧跟着视频一起来学一学吧。第一个妙用，平时我们家里的小电器也是非常怕受潮的，一旦受潮，或者手机掉进水里就容易短路。很多人的手机掉水里之后，都懂得将手机放入大米里面埋着，或者直接用吹风机吹干。不过，干燥剂其实也很有效，只需要准备一个密封的保鲜袋，将手机与外界空气隔绝，然后放入2包干燥剂即可。如果干燥剂用的多，可以多放几袋，效果会更明显。把里面的空气挤出去，然后将口袋给它密封起来，这样把它埋进米里，或者直接放在被窝里存放1夜。1夜过后再把手机拿出来，就能恢复正常使用，效果非常的神奇哦。大家也不妨可以试试这个方法。第二个妙用，家里的这些小型电子设备，例如耳机、数据线、话筒、U 盘等，如果长期暴露在潮湿环境中，这样会加速电子设备的氧化，进而缩短它们的使用寿命，因此会造成资源浪费。因为无论一个什么样的电子设备，购买成本往往也在10几元到几十元，甚至上百元之间。现在我们可以准备一个盒子，把所有需要保存的电子设备放进盒子里，接着往盒子里放入2包干燥剂，这样就可以达到吸收里面湿气的作用。最后盖上盖子并妥善保存，无论放置多久，也不必担心设备长期处于潮湿环境而加速氧化，从而造成损害的后果了。第三个妙用，放在冰箱里面。冰箱是家家户户都离不开的家电，主要是用来平时囤一些蔬菜水果，也会放置剩菜剩饭、馒头以及吃不完的食物。平时关上门后，它成为一个相对密闭的空间，里面放的东西各种各样比较多，因此基本上每家每户的冰箱里多多少少都会有异味，五味杂陈。冰箱异味看似一个非常简单的问题，却给每家每户带来了许多的困扰。很多朋友都不知道该怎么解决，怎么办？其实这个时候呢，我们可以把家里剩下的不再需要的干燥剂放进冰箱里，放上几包就能很好的解决这个问题。若异味比较重，我们就可以多放上几包，这样干燥剂就能更好的吸附冰箱内部的大量异味，并且呢，还可以吸收冰箱里面的一些潮气，因为它本身是干燥剂，算是废物再利用，这样一举多得，何乐而不为呢？既能解决家里冰箱的各种烦恼，又能把干燥剂利用起来，真的是非常的棒呢。第4个妙用，保存大蒜。吃饭若不放蒜，香味就会少一半；吃肉若不放蒜，营养也会打折。大蒜作为调味品，已成为我们生活的一部分，特别是我们北方的朋友，甚至生到可以生吃大蒜，因此家家户户都常备大蒜。然而，大蒜并不易保存，
若存放不当，很容易出现发芽或发霉的情况。为了解决这个问题，可以使用干燥剂来保存大蒜。将买回来的大蒜放进一个可密封的容器里，或放入一个密封的塑料袋中。再把干燥剂放入同一个容器中，大蒜和干燥剂共存。干燥剂能够吸附容器内的湿气，使大蒜处于一个干燥的环境中，这样大蒜就不容易发芽变质了。除此之外，我们在家里通常也会备有一些干货，如绿豆、黄豆、花生米，以及干香菇、干木耳等。这些干货在潮湿环境中容易受潮、发霉甚至长虫，尤其是在雨水多、空气湿度高的季节。为了更有效地保存它们，可以使用干燥剂来吸收空气中的水分，使干货保持干燥，从而延长保鲜期。只需把干燥剂放入存放干货的袋子或罐子中，然后把袋口扎紧。干燥剂能有效吸附空气中的水分，保持干货的干燥，防止受潮、发霉和长虫子，也能够使干货保存的时间更长了。第5个妙用，很多人都喜欢看书，家里面难免会少不了有书柜。书柜里面的书如果一旦的受潮，若不及时晾干，就很容易长书虫。对于爱书的人来说，这无疑是一件麻烦的事。这个时候，我们就可以把这些干燥剂放到书柜里面。如果有某本书的潮气比较严重，我们也可以直接把干燥剂加到书中，然后再把书合起来，这样的话就效果更佳了。干燥剂在日常生活中确实有很大帮助，但使用时也需要注意，干燥剂不能放在儿童可以触及的地方，因为干燥剂有可能对儿童的健康产生不良的影响。如果孩子误食干燥剂，请立即就医。这些干燥剂并不是可以无限期的使用，干燥剂需要定期更换或烘干，因为当干燥剂吸收了过潮的湿气后，干燥剂就会变得无效。好啦，今天的视频内容呢就分享完了。喜欢我的视频的朋友们，记得点赞、转发、分享哦。希望可以帮助到更多的朋友。或许你有更多更实用的小技巧，欢迎评论区留言分享哦。点击我的视频头像，还可以观看更多的生活技巧。每天呢都会分享不同的精彩视频，别忘了关注我哟。感谢您的支持，我们下期再见了。